毛毛毕业季，讲这个照片是吉强上个礼拜跟小车哥哥一起去台大的活动啊 ，NTUWU 他们所办的毛毛陪你一起毕业的活动啊。这活动很有意义哦，因为他们在台大里面，然后又是毕业季嘛，所以他们原本的活动安排的话，就是找很多毛毛来跟民众合照。但大家也知道，上个礼拜的天气不是很好，后来的话，民众其实还蛮少的，主要都是毛毛拍照。他就是毛毛穿着学士服，这张是合照，也有分组，就是一个摄影师会带最多3只毛毛，每一只毛毛会有个马内，就是自己在图书馆附近找漂亮的点来拍照啊。对，因为吉强今年还是小孩子，所以都没有参加过这种大学的社团呢，然后就觉得很新奇。社团大楼里面就一间一间给不同的社团，什么摄影社啊、毛毛社啊等等的。吉强真的是觉得马内真是也是很重要，虽然他们不会出现在照片里，可是就是毛毛的一些，好比说他们要帮他们梳毛啊，帮他们整理一下衣服啊，要拍照的时候帽子戴在头上，风吹一吹就歪了，马内还要马上跑上去帮忙再敲。你可以想象成是毛毛的幕后工程啊。对，他们请了很多毛毛跟摄影师来，这样主要是作为小策哥哥助手去的，就帮忙一些拍照的看景啊之类的事情。活动的话主要就是先大合照，大合照完之后就摄影师们就会分组带开，这样他们工作人员感觉都还蛮有经验的，在引导上跟活动的安排上，还有因为下雨的关系，临机应变上都做得非常好啊。摄影师带开就是要在那个图书馆附近找到漂亮的点，还要再指引毛毛，所以你去哪边做什么动作，那个脸往哪边看，诸如此类的。技巧就是帮忙小策哥哥跑来跑去，然后说这边很漂亮，背景放建筑物，类似这种感觉的。就发挥小策哥哥教技巧的拍照技巧。图书馆旁边刚好就有 U-Bike 的停车点，技巧就有帮忙想说毛毛可以来这边握着手把，像在骑车啊。到第2组的时候，空哥哥他就跑来就帮忙推荐图书馆旁边在校生也不一定会知道的秘密小景点哇，我们就跑到秘密小景点帮叶伦的毛毛拍照。后来因为就下雨了，大家就逃回活动中心里面。吉祥就想说不然先去台大里面走走拍拍，因为当时那个雨又变小了。没想到还没有走回捷运站，就接到小车哥哥打来电话说你在哪里？你会回来吗？他们活动要结束了耶。吉祥，你那个名牌套记得还他们，那是社团的东西，你不能带走耶。原来那个不能带走啊！吉祥就只好快走回他们那个活动中心，大家都准备要走了。后来还听说他们还有那个颁奖状，如果之后还有类似的活动，吉祥也很想参加啊。这次那个分组拍照，刚好有拍到认识的毛毛，好开心啊，也非常开心啊！还有抱抱。总而言之，就是一群优秀的毛毛跟优秀的摄影师。跟优秀的马内，还有当助手的机器人哇！机器人的台北趴走啊！既然都特别跑去了一趟，其他的景点也要跑好跑满哇！总共2天，好像走了快要4万步吧。台大真的太大了，他们里面的人都是骑脚踏车。机器人跟台大不是那么了解，因为机器人还是小孩子，还没有上大学。那2天都用走的，大概台大就是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机场大可能到了大概有3圈有吧。拍照完去吃了这个学府啊，公馆附近一定要吃的受控名店学府。机场之前只有去过1次，但是不管是上次还是这一次，人都超级多，就是排到外面，里面永远都是坐满的状态。像这个照片就是有看到路人点，机场就想不开点了一模一样的，结果从拿到的那一瞬间，旁边的那个所有人都用一种哇这个人吃好多哦的表情看着机器人，然后还有人就是还直接讲出来说好缤纷哦，就是这样非常的豪华。它就是有
酷酷的草莓雪花冰跟莓果，就是左下角那是莓果干，还有一点点像是葡萄干跟就是反正也是一些果干跟炼乳跟多出来的芒果这样。机器人觉得草莓冰也很好吃，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喜欢吃甜的话，机器人可能会建议点别的吧。焙茶口味机器人也有吃过，就比较没有那么甜。学府还有个很特别，就是它炼乳啊，虽然这边它弄了一小杯给你，但它其实在一楼跟2楼它都有一整罐，就是你爱加多少就加多少。学府这家店呢，之所以会在受控里面变成红店，主要它本来就很好吃，但是会变得这么有名，是因为听说有一位受人的前辈一直吃学府，一直吃学府，吃到就是被人家称为学府股东，吃到学府在门口放了那个他的受设立牌，所以后来就一传十，十传百，现在大家到台大附近都一定会吃学府啊。台大社科院图书馆湾，晚上的时候它就亮亮的，整间都是透明。它旁边有一圈护城河，机器人跟小车哥就在想说，它的入口到底在哪里呢？后来绕了一大圈，总算最后才找到它的入口在哪。进去之后还蛮漂亮的社科院图书馆里面的书都是一些机器人小孩子觉得很难懂的书可能是要给他们当成参考书的吧。有没有看到那个底下细细上面圆圆大大的，它感觉就是很像大香菇，就是萨尔达里面有的那个。当天去完图书馆之后就坐着休息了一下，在旅馆的时候就接到了电话，对方就说，请问是金海澈吗？我们是台大社科院图书馆，有人捡到你的身份证放在我们的置物柜上。他那个图书馆进去是要换证的，在拿包包的时候，小车哥就不小心把它忘记了。幸好这一天还是礼拜六，就我们还没有离开台北，所以我们后来隔天又有再去一次。大湖公园，机场之前就有听说，就这个地方风景很漂亮，好像还有什么摄影比赛，就有人拍了大湖公园的倒影跟夜景，拿了很好的名次之类的。这一张的话是当时拍的最满意的一张，就有那种光芒就是从远方散射出来的感觉。大湖公园站人还蛮多的，草坪有一大堆人在玩，一家大小来野餐搭帐篷铺野餐垫打羽毛球等等的，还有很大块的草坪，很大的湖跟很大的桥，远方还可以看到高高的文湖线捷运开来开去，这种光就是看起来很有神圣的感觉。就像在摄影的书上有看到，倒影是酷酷的照片构图，机器人现在到一个地方就很想要拍照礼拜五到了台北之后，隔天才拍照，所以我们后来就跑去西门版的唐吉诃德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晚上差不多宵夜时间去，我们就买了好多的食物，我们就好像失心疯饮料也好想喝饼干也好想吃，熟食也好想吃布丁也好想吃它的那个一层的面积比较小，但是它有好几楼，而且它商品的密度比较高，这样唐吉诃德真的是还蛮好逛的。西门町机器还有看到一个很酷的东西，大家一定想不到，叫做黑糖珍珠小笼包小笼包里面装珍珠，但台湾人应该是不太吃吧，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商品